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xi， 那个教你怎么吃的健身博主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健身厨房。说起早餐，现在应该大部分人都认可它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了，最需要吃的健康一点。但可惜对于上班族来说，早上的时间基本肯定不够，想吃的健康就真的有点奢侈。那么今天这一期，我来教大家怎么在周末花2个小时准备接下来一周的早餐。每天起床之后，只要2分钟就能吃到又热腾腾又健康又每天不重样的三明治了。可能有人在担心，一次准备1周的三明治是不是很快就放坏了？其实只要活用冰箱的冷冻层，我们做的健康餐是可以放挺久的，而且每次吃都能有一个很新鲜的卖相和口感。那今天我会分享一些准备过程当中的小技巧，可以避免把东西做砸，然后也给大家提供一些早餐搭配的点子。烹饪的过程也很简单，全程都在烤箱里面搞定，一次性全部弄完。如果你没有烤箱的话，你用锅去煎和炒也是可以的，但那样就麻烦一些，所以我今天的演示用烤箱来演示。我的烤箱是38升的，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正要买烤箱，也买这个容量以上的，这会用起来比较方便。OK，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。我今天用的吐司还是我之前自制的那个低碳水吐司。这个吐司不光低碳水，而且还高蛋白，像这样2片的蛋白质含量就等于1勺蛋白粉了。这个吐司的制作方法呢，大家可以看屏幕右边的这一期老视频，然后跟着里面做。如果懒得自己做的话，那就去买现成的全麦吐司回来吧。虽然全麦吐司的卡路里质量比不上这个，但它毕竟是一个低 GI 的慢碳水，也是个比较健康的选择。剩下的食材我们会用到2块鸡大胸，一般来讲是400克，1块牛排，我买的就是最便宜的那种西冷牛排，2个大杏鲍菇，正好是我在超市里面买的1份，然后一些现在健身沙拉里面常见的羽衣甘蓝，这个菜真的非常好用。再来是10片芝士片。我们先来处理蛋白质部分，这个是烤箱里面配套的大烤盘，我们铺一层烘焙纸，防止等下粘盘。我们的鸡胸肉和牛排直接放进烤盘来处理。我先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会选择用2块鸡大胸和1块牛排，因为我现在去买鸡大胸，它一般都是两块一装的这种400克，然后半块做出来正好够夹一个三明治。然后这个西冷牛排呢，一般是200克的，但它有一个这个脂肪条，我们煎完之后是要把它切掉的，切完之后剩下的也正好够夹一个三明治，这样就正好是5天工作日的三明治。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买菜的地方和我的不太一样的话，自由去更换也是可以的。总共就是用到500到600克的肉这样的样子，鸡肉、牛肉、猪肉都可以。鸡大胸就直接这么铺上去。牛排也是，把脂肪条面向鸡这边，等下会说为什么。给它们撒盐，暂时不用加任何其他的调料，烤的时候只用盐。正式的调味我们是在组装三明治的时候去做的。然后给鸡胸稍微淋点油。牛排不用，因为牛排的脂肪条在烤的时候自动会起到油的作用。而且它这个油出来之后，香味是非常香的，还能够惠及这边的鸡胸。OK， 肉的处理就这么多。蔬菜部分要进烤箱的其实只有这个杏鲍菇，我们来把它切成薄片。当然我说的薄也不是特别薄，因为我刀工不好，大概就只能切成这样的片，但大家懂我什么意思就行了。为什么我特地会选杏鲍菇呢？首先是因为好洗。我觉得杏鲍菇就和胡萝卜、西葫芦还有茄子一样，它这种整个的东西，你直接放到水龙头下搓着洗就好了，就特别简单。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洗菇类的时候不要用洗洁精，因为它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很细小的褶皱，你用洗洁精它会吸进去，根本洗不出来。像杏鲍菇的话，你就直接拿着清水下一边搓一边洗就好了。一般来讲，菇类都不会脏到哪去，比较容易有污垢的就是底端部分，实在洗不掉的你就削掉就可以了。然后选菇类作为蔬菜的部分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们又能提供分量，但是卡路里含量又非常的低。你去看蘑菇的营养成分，虽然会发现它的碳水非常高，但其实它的碳水大部分是空碳水，因为大部分是肌丁质，也就是构成它体积的那个东西。而肌丁质是我们人类不吸收的一种碳水，它的作用和植物里面的膳食纤维差不多。然后蘑菇又非常的鲜，就它是一种能够给你带来吃东西的快感，但又热量非常不高的一种食材。然后里面我最喜欢用的就是杏鲍菇，我觉得它的味道不会特别的喧宾夺主，跟什么东西搭配起来都还蛮配的。
OK， 切好之后就把杏鲍菇片码到烤盘里面，剩下的部分，一般来讲2个大杏鲍菇250克左右，正好够铺满剩下的这个烤盘。给它们也撒一点盐，不用撒其他的了。杏鲍菇这边就不用放油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烤了。直接这一整盘放到烤箱里面，220摄氏度烤25分钟。烤好了，大家可以看到杏鲍菇缩水了不少，因为蘑菇这一类的东西本来它体积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水，所以烤了之后会小很多。先给这些杏鲍菇撒一点黑胡椒吧，我一般只给它们撒点黑胡椒调味，毕竟它们在整个三明治里面也是配角，主要的调味还是在肉的部分。我们赶快把肉拿出来切块。牛排的这个脂肪条先给它切掉，然后就给它切条就好了。如果你们比较有耐心的话，切成薄片也可以，那样可能更好夹。好，这就是1份的量。鸡胸也拿出来切片吧。好，一个鸡胸肉分成2份，最后一个也拿出来切。OK， 那么接下来就是愉快的组装环节了。我去网上买了这种汉堡纸来包三明治，先铺一层吐司，当然，然后盖一层芝士片。芝士片不光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，而且在这里还可以起到隔水层的作用，可以避免吐司被一些食材里面过多的水分给泡软。然后芝士上面来一点杏鲍菇，接着就是第1天的肉了。其实5天的肉可以都用同一个口味，如果吃不腻的话。不过因为今天要给大家提供点子，我就做5个口味给你们看看吧。第1天先用半块鸡大胸，我直接买了这种烧烤撒料，它里面各种香料都已经放好了，孜然啊什么的，我直接这样撒上去，然后稍微拌一下，这个鸡肉的味道就很好了。OK， 然后是一大片羽衣甘蓝叶子，我们把它的叶片掰碎，从中间这个巨大的茎干上面撕下来，给它盖上去。我强烈建议大家入手羽衣甘蓝这种蔬菜，它的口感比生菜什么的好太多了，而且生菜几乎全是水分，会比较难存放。另一个就是生菜的水分太多，所以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少的。而羽衣甘蓝就没有那么大的含水量，并且它的各种营养也都比生菜要丰富，所以感觉它现在应该是 Wagas 这种轻食餐厅的热门蔬菜了吧？因为真的很好用，而且它即使是放到冰箱里面冷冻过之后，我们再拿出来把三明治加热，它还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看的形态，口感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再盖一片芝士给上面的吐司做防水，之后呀就可以开始包了。卖相是不是很好看？等下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，以及之后拿出来也都很方便，看着心情很好。好，第1天的三明治就做好了，我们先放一边，等下集体拿去冷冻。第2天还是用半块鸡胸肉，今天的味道我们来调一个葱油辣鸡好了，葱姜蒜粉，再来点芝麻辣椒面，或者你们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买那种现成的火锅干碟，发现这种味道一般调的挺好的啊！现在就想把它吃掉了。第3天我们来用牛肉，我们来做个黑椒酱油牛肉的口味，然后稍微淋一点薄盐生抽，
喂，你们现在应该有看到，我今天用的调味方式主要都是一些干原料的调味，这也是为了尽量减少这个三明治里面多余的水分，这样它就比较好储存。然后你再拿出来加热吃的时候，它的卖相也比较容易好看一些。所以刚刚的薄盐生抽也不要给的太多。第4天还是半块鸡胸肉，今天我们调一个柠檬胡椒鸡，还是黑胡椒，然后淋一点柠檬汁，你们用新鲜柠檬也可以，不过我推荐像我这样买这种瓶装的烹饪用的浓缩柠檬汁，比较方便。这种口味应该比较东南亚吧，是美国还是东南亚我也搞不清楚。但我一家很喜欢的炸鸡店里面，他们有柠檬胡椒口味的，我觉得很好吃。OK， 第5天的鸡胸肉我们先直接这样放上去，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调味。我来用这种无糖的纯酸奶调一个酸奶洋葱酱。大家应该都吃过那种酸奶洋葱口味的不规则饼干吧？我以前还狂吃碳水的时候，真的超爱那个味道。我今天这里不用洋葱，好，酸奶不要太多，因为这个酱不能太多，要不然三明治里的水分会过多，就不好保存了。加葱姜蒜粉，多加一点，一点点黑胡椒，稍微一点薄盐生抽，然后拌匀，把这些酸奶放到鸡肉的缝隙里面。那么接着就放到冰箱的冷冻层里面去冻好就好了。这样就可以存放挺久了。第2天要吃的话呢，你就晚上睡前取出来，然后找一个保鲜袋装进去，然后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面放一晚上解冻。我们给它套一个保鲜袋，是因为解冻的时候东西会结水，这样的话水就是结到保鲜袋表面了，就不会浸湿我们的包装纸，我们明天吃的三明治的状态也会更好。第2天早上起床，三明治就直接这么放进微波炉里面，微波炉开最高火，加热2分钟就 OK 了。好了，我们热腾腾的早饭就这么完成了。哦，有点烫，你看一看。早上只要2分钟就能吃到这样一个热腾腾的三明治，高蛋白、高膳食纤维，一点碳水，一点健康的脂肪，全都在里面。而且这个三明治不是高蛋白、高膳食纤维吗？所以吃到之后真的超扛饿，这再搭配上一杯黑咖啡，这个早餐就太幸福了。而且这一整套准备，从最先开始到最终洗好碗，最多也就2小时。我觉得周末花这样2小时来提升接下来1周的生活质量，真的很划算。不过当然，如果你和我一样要自己做这个低碳水吐司，那还得花4个小时来做这个吐司。不过我一次能烤3个，然后够我吃将近1个月，所以我觉得也很划算。像我现在一般周日下午会用来做接下来1周的健身餐，除了早餐、午餐便当、一些小零食，还可能会做一些晚餐可以很快吃的东西。但我不会把7天21餐全做完，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出去吃。这听起来工程量很大很累，对不对？其实真没有。我每次一边做，要么就一边听自己喜欢的播客频道，或者是开着电脑刷 B 站或者油管的视频，所以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的独处时间。而且当你对自己接下来1周会吃些什么有了掌控感之后，真的很提升生活的幸福度，还避免了很多需要临时面对选择困难症的问题。强烈建议大家也都尝试一下。好的身材不是瞎使劲锻炼出来的，是规划出来的。OK， 怎么样？大家觉得今天介绍了这套做法有用吗？希望这期视频能让大家忙碌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。后面的视频我也已经开始准备了，比如怎么周末花一点时间准备接下来1周的便当，还有一些低负担的小零食，以及自制一些健康的沙拉酱。那好，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，麻烦请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投币。我是 Maxi， 那个教你怎么吃的健身博主。希望大家在获得好身材的同时，都能吃得更好一点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见了，拜拜。